看大梁笑嘻嘻的陪媚珠玩秋千，这岁月静好的画面惹无数人羡慕。但其实大梁就是媚珠最大的黑粉。当有粉丝在直播间说媚珠很温顺时，大梁立刻跳出来反驳：媚珠最温顺？谁说媚珠最温顺？媚珠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11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，咬人最早的一个。他现在小小的年纪，他就开始扑人了。而且大梁还说媚珠遗传了萌萌的刁蛮，以及二舅帅帅的胸。对，媚珠遗传了妈妈的很多的一些特征，比如我们的一个刁蛮。我们的媚珠是第一个咬人最凶的一只熊猫，这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媚珠留啊！也难怪媚珠最爱凶的就是大梁了。当他外婆橘校的饲养员康奶爸抱他时，媚珠那是一个乖巧；当大梁抱他时，媚珠比过年的猪都难按，因为大梁太宠媚珠了，总爱逗他玩，而且感觉大梁奶爸也很调皮。当他给媚珠摇木马，前一秒还是很温馨的画面，后一秒媚珠就翻下去了。大梁看到媚珠翻窗越狱，他没搭把手不说，还把媚珠推回来后，连忙关上了窗口。最让媚珠生气的是，他在越狱时被妈妈一把推倒，拽着脚丫子拖走时，媚珠伸着手向大梁求救，大梁非但没有向媚珠伸出援手，还和他摆着手说拜拜。这搁谁不生气啊？大梁准备的玩具也让媚珠很头疼，谁家不到5个月的好熊熊就要玩双杠啊？媚珠在这个双杠上每天也要摔上好几回。还有这个会动的小玩具，大梁好像很喜欢玩，但媚珠有点害怕，看他都把媚珠给吓立正了。但媚珠的玩具应该是同龄小熊中最多的吧，光宝马就有2辆，而且有1辆还带闪光灯呢。媚珠的这个小澡盆就要1000多块，他那个小木盆都1000多，再买大一点的好像可能要半个月工资，因为他这个咬不烂，我们尽量不要给萌萌咬就行了，可以传宗接代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要不说长隆也是真的很豪呢。到临产前的小丫头轻轻地依偎在美奶妈的胳膊上，才明白他们之间到底能有多信任对方。这年小丫头临近生产，剧烈的阵痛让她在地上翻滚，美奶妈看到后很心疼，于是尝试安抚小丫头来缓解她的痛苦。美奶妈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，而小丫头则用双手环抱住奶妈的胳膊，用舌头舔了舔美奶妈做回应，然后小丫头又慢慢的把头靠在奶妈的胳膊上。每每看到这一幕都会感动到落泪。要知道成年大熊猫不仅有领地意识，还有很强的攻击性，特别是哺乳期的熊猫妈妈，所以美奶妈和小丫头要有多信任，才能做到毫无戒备的把彼此交给对方。小丫头顺利产崽后，即便她已经累到疲惫不堪，但由于母爱的驱使，她还是第一时间把小宝宝抱在怀里舔舐。小丫头抱着孩子，一脸疲惫的坐在角落，美奶妈就在一旁轻轻的抚摸她的脸颊，安抚她。当小丫头抱着新生宝宝紧张到不思饮时，美奶妈就把新鲜的笋笋一点一点的包好喂给她。也正是因为小丫头感受到了美奶妈的细心呵护，所以美奶妈每次找小丫头换崽都毫不费力。只要美奶妈一声呼唤，小丫头便主动交出崽来。还有一次，本来小崽崽睡在一边，小丫头看到奶妈过来了，便主动叼过来，送到美奶妈跟前。俗话说真心换真心，虽然熊猫不会说话，但饲养员每天给予的爱与照顾，他们内心都能感受得到，所以他们会用信任这种方式来回馈给饲养员。当然，如果小丫头消极带娃，也会被美奶妈训斥。抱歉，你咋的？你打滚吗？还是你儿又不是你玩具？这口气像极了外婆在吐槽自己内不争气的闺女。正如喜乐的冯奶爸所说，饲养员是一个良心活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责任心。其实经验不足是可以慢慢学习的，但是爱心这东西是学不来的。这准备翻门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三公主生意。生意真的就是性格超好的社牛体质，她从大马回国1个半月就展出了，也就是说隔离检疫结束没几天，她就和大家见面了。而且这孩子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，像是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。在生意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期，生意在大马的时候也同样爱越狱，当时他小小的一只就练就了缩骨功，经常会从门缝里悄悄地挤回家。奶爸当时也很纳闷，明明把他抱到外场营业了，门也关上了，他怎么就自己回来了？于是奶爸为了一探究竟，就蹲在旁边看着生意越狱。当奶爸看到生意成功的挤过去的那一刻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估计当时都被这个小机灵鬼给气笑了。后来奶爸担心生意有卡在门缝里的安全隐患，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堵上了。但是奶爸还是低估了生意的实力，他竟然踩着轮胎挤过去了，这可把目睹这一切的凤姨妈妈急坏了，自己的孩子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消失了。后来奶爸又把生意原路退了回来，等生意又长大了一些，他还想像小时候一样从门缝里挤过去，丝毫没意识到他现在的脑袋比3个门缝还要宽，他挤不过去还生气的在地上翻跟头。生意不只会这一个越狱技能，
她还会翻墙。只见生意飞速爬上假山，然后踮着脚扒着围墙向上爬。小家伙靠着强大的臂力，还真的爬上去了。正当他马上就要越狱成功之时，却被奶爸发现了，拿来梯子把小家伙推了回去。生意是3姐妹中最调皮的那个，也是让凤仪妈妈最不省心的那个。肤色也不像妈妈和姐姐那样白得发光。回国之后的生意拥有一个大院子，更是完全释放了他活泼的天性。拆家毁树，每天都整活不断，把院子里的小树薅秃了还不罢休，他还要把树枝咬断。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平衡能力和核心力量，就这样踩着树枝还能退回来。生意的反应能力也很强，当他拆树翻车要从树上掉下来时，他也能及时抓住树枝，然后顺势滑落下来。生意虽然很调皮，但他特别听奶妈的话，只要奶妈一喊他，他就会立刻下树回家。像生意这样性格活泼可爱的小熊，真的很难不爱他。他们俩的妈妈叫萌萌，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。果然每个老父亲都觉得自家闺女是最好看的。徐老爷在萌宝萌玉2姐妹的生日会上疯狂安利自家大胖闺女，还说萌宝萌玉之所以这么可爱，是因为长得像妈妈。她的妈妈长得又白又圆的所以看他俩也是，就脑袋大大的圆圆的。而且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毫不吝啬的夸萌萌，说萌萌是美得发光的人间最美熊。萌兰叼起竹子投喂粉丝。徐老爷在夸萌兰帅气体贴又懂得分享之余，也得顺带提一嘴是他闺女生得好。徐老爷和萌萌日常的互动也很有爱。萌萌喜欢玩水，他就经常拿水管和闺女玩。下雪天萌萌在内场营业，他就从外面一盆一盆的端进来和闺女打雪仗。萌萌当年去基地参加繁育，他也是挥泪告别。多年之后，萌萌一家都回到北洞，他又发文庆祝说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10几年的爱与陪伴，他们彼此可能早已把对方视作家人。天津二姑奶奶喜乐和她的冯奶爸也是相爱相杀，嘴上说着大熊猫没那么善良，行动上又把喜乐当成亲闺女对待。而且在老冯的眼里，喜乐也是长得最好看的，真的是特别尊。当时我记得张生养过好多熊猫，他见到喜乐第一眼的印象就是，嚯，这猫真漂亮，相当白，然后长得那种小鸟眼睛，家族遗传好。有一次现场游客说喜乐的腿短，老冯可就坐不住了，立刻站出来为自家闺女说话。这喜乐这短腿，他腿还短，也够长。老冯家人住院，请了半天假，喜乐愣是在外面耗了3个小时也不回家。老冯担心自家闺女，又倒了3班地铁赶回来。老冯虽然表面上骂骂咧咧，但对闺女的担心是藏不住的。喜乐看到老冯后心里也踏实了，没2分钟就乖乖回去了。这又何尝不是对老冯的一种内心认同？华丽和心安的奶爸更是女儿奴了，每天换着法的拍闺女的彩虹屁，根本不带重样了。喜猴王的大眼睛，小鸟眼圈，天鹅颈，芊芊小玉手，整整齐齐的小背心，大长腿，贴了美甲的小指甲，短跑冠军，国家足水1级品鉴大师，最美丽、最优雅、最可爱的小熊，长得最甜的小熊。而且奶爸不接受任何人说自家闺女的坏话。有一次在直播间，有人说心安长得不好看，奶爸当场就霸气回怼，说你长得好看，那为啥奔驰不认养你？所以说在每位奶爸的眼里，自家的熊孩子都是最好看的。秦秀、秦美这对姐妹花的感情到底能有多好？她们就连睡觉的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还很默契的一只伸左腿，一只伸右腿。秦秀和秦美也喜欢黏在一起，秦美喜欢把姐姐搂在怀里，姐妹俩在一起的画面真的很温馨，特别是秦美搂着姐姐腰的这个背影。她们2个这是在修图发朋友圈吗？反正像极了在玩手机的2脚兽。这一刻真的感觉他们是工作人员扮的。2小只干饭很积极，每到加餐点，他们都会摆在小卖部的窗口前，等待奶妈的投喂。有时候奶妈来晚了，姐姐踮着脚尖伸着头往屋里看，妹妹还会特别贴心的扶着姐姐的腰。这有爱的一幕，真的让人看了都心暖暖的。还有秦秀这小脚也太可爱了，200多斤的身体，竟然长了一双35码的小脚，感觉站不太稳的样子。这方面还得看花菊，虽然长得矮底盘低，但是却有着一双42码的大脚丫子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很稳重的感觉。姐妹俩也都喜欢打包笋笋上树，但她们2个非但不会因为抢位置打架，反而是会凑上去蹭蹭鼻尖亲亲。有时候姐妹俩一起悠闲地坐在树杈上，姐姐实在太无聊还玩起了尾巴，秦秀还会挂在树枝上，用力晃动着树枝，搞一个自制秋千，玩的那叫一个得意。不过她好像对自己的体重一无所知，真害怕这个小树枝经不起这个200多斤的小猪仔。除了有姐妹间的彼此陪伴，她们还拥有一个超豪华的大别墅，有大树，有爬架，还有小亭子和秋千，而且她们还能吃自助餐。前段时间院子里的柿子熟了，秦秀忙着摘柿子吃，吃完了柿子，院子里的板栗又可以吃了，秦秀又忙着收板栗。姐妹俩爱吃南瓜，
饲养员就在他们院子里给他们种了一片，2小只喝的水也是流动的溪水，而且奶爸奶妈也很爱他们，笋笋都是按筐给，姐妹俩可以坐在秋千上悠闲的吃笋笋，这生活过得真的好惬意啊。